相府真千金认祖归宗那天，整个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养母搂着谢云罗哭得肝肠寸断，养父站在一旁满脸为难，满堂宾客的眼神像刀子似的扎在我身上。冒牌货，鸠占鹊巢18年的冒牌货！我跪在地上磕了3个响头，额头撞得青紫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上身也因为动作过快不断抖动着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在哭自己的命，只有我知道我是怕自己笑出声来，因为我上辈子就是这么死的。上辈子谢云罗认亲后，我死赖在相府不走，结果呢，半个月后我被相府上下嫌恶，连夜扫地出门，回到乞丐窝，我又嫌弃亲爹亲娘穷酸，跟他们闹得鸡飞狗跳。再然后，我那乞丐亲爹被先帝召回宫，登基为帝，我白捡一个公主身份，本该是人生赢家。可谢云罗恨我，他在我的面首里安插眼线，在我的茶水里下迷药，最后一把火把我烧死在寝宫里。临死前，我看见他站在门外，笑得像朵白莲花。他说：“谢婉堂，你蠢了一辈子。”所以这一世，谢云罗刚踏进相府大门，我就开始收拾包袱，不是哭哭啼啼，是欢天喜地。养母试探着问：“婉堂，你要不要留下来？”我摇头摇得比拨浪鼓还快：“不用不用，妹妹回来是喜事，我这就走。”谢云罗红着眼眶装大度：“姐姐，乞丐窝太苦了，你留下吧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眼神真诚的能滴出水来。妹妹放心，这点苦我扛得住，你安心享福就好。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。废话，上辈子我赖着不走，被他算计了一辈子，这辈子我把相府让给他，他爱当就当。反正半个月后，我那乞丐亲爹就要登基了，到时候谁是金枝玉叶，谁是真千金，还不好说呢。我拎着包袱往外走，嘴角压都压不下去。离开相府的那一刻，我脚步轻快的像是踩在云端，身后传来养母周氏的哭声，断断续续的飘出朱漆大门。婉堂那孩子，到底是我对不住他。对不住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上辈子您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您当着满京城贵妇的面说我心机深沉，鸠占鹊巢，配不上相府的门楣。那句话传遍京城，让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但此刻，我只是回过头，用最乖巧的声音说：“母亲保重身体，女儿走了。”周氏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我还会叫她母亲。谢云罗扶着她，眼眶红红的看着我，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像极了上辈子烧死我时的表情。我冲他笑了笑：“谢云罗，这辈子咱们慢慢来。”刚出相府大门几十步，身后传来一个清冽的男声：“离开相府就这么高兴？”我回头，月光下站着一个男人，银白长袍，碧玉抹额，容貌俊逸的像画里走出来的人。陆恒之，我上辈子的小叔叔，礼部尚书，京城第一美男子，也是上辈子唯一一个在我被所有人抛弃时还站在我身边的人。他看我的眼神带着探究，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端倪。我笑了笑，凑过去压低声音：“小叔叔，你猜我为什么这么高兴？”陆恒之眉头微皱，我踮起脚尖，凑到他耳边，几乎是咬着耳朵说：“因为我亲爹半个月后就要当皇帝了。”陆恒之的瞳孔骤缩，我退开一步，冲他眨眨眼：“小叔叔，要不要提前讨好我？等我当了公主，给你封个大官做做。”他没说话，转过街角，陆恒之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你方才说的话可是认真的？”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月光将他整个人笼罩在一层银白色的光晕里，碧玉抹额下那双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，像是在掂量我话里的真假。小叔叔指的是哪句？我歪着头：“是我亲爹要当皇帝那句，还是给你封个大官那句？”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走到他面前，仰头看着他。陆恒之升得极高，我踮起脚尖也只够到他的下巴。月光下，他的轮廓像是被刀裁出来的，每一笔都恰到好处。上辈子我临死前最后看见的画面，不是谢云罗的笑脸，而是他冲进火场时被烈焰吞噬的背影。那是我一辈子的遗憾，也是我重生后最想弥补的人。小叔叔，我压低了声音：“你信不信命？”陆恒之没说话，只是静静看着我。我信。我垂下眼，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这句话说得很轻，轻得像是叹息，但陆恒之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。我知道你不信。我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再过半个月你就信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不给他追问的机会。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：“你去哪？”回我该回的地方。我头也不回的摆摆手：“小叔叔，半个月后见。”乞丐窝在城东最偏僻的巷子里，几间破旧的土坯房挤在一起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黄褐色的土砖。我推开门的时候，屋里正点着一盏油灯，昏黄的光线将一个佝偻的身影映在墙上。谁？沙哑的声音带着警惕：“爹，是我，你亲女儿。”我关上门，借着灯光打量这间屋子，一张缺了腿的桌子，2个豁了口的碗，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腐朽的味道。上辈子我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，捂着鼻子骂了一句这地方也能住人，然后跟我亲爹谢崇远大吵一架，连夜跑回了相府。这辈子我只觉得鼻子发酸。谢崇远从稻草堆上站起来，瘦削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：“你不是回相府了吗？”相府不要我了。我说得很平静：“我就回来了。”不要你了？他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：“他们凭什么不要你？你是他们的女儿。”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上辈子我嫌弃他穷酸，嫌弃他粗鄙，嫌弃他连自己的女儿都养不活。可就是这个被我嫌弃的男人，在被先帝召回宫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满京城找我。找到我时，我已经是谢云罗手下的一具焦尸了。听说他抱着我的尸体哭了整整1夜。爹，我走过去，蹲在他面前：“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”谢崇远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叫他爹，更没想到我会主动要吃的。有。他手忙脚乱地翻出一个布包，从里面掏出半个硬的像石头的馒头。就是不太好了，我明天去给你买新的。我接过馒头，咬了一口，硬涩，还有一股霉味。上辈子我肯定会吐出来，但现在我只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因为我上辈子临死前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没能好好叫我亲爹一声爹。爹，我含着馒头，含糊不清。
轻地说。你相信我，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谢崇远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全是茫然。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也不打算解释，因为半个月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。就是这儿，那个冒牌货就住这儿。走进去看看。相府真千金说了，这冒牌货偷了他的玉佩。我睁开眼，就看见7、8个人涌进了院子，领头的是个膀大腰圆的妇人，一双三角眼上下打量我，嘴撇得像把镰刀。哟，还真住这儿啊！堂堂相府千金，住这种地方也不嫌丢人。我认出来了，这是谢云罗身边的嬷嬷，姓刘，上辈子就是他带头搜我的屋子，把那块所谓的玉佩搜出来，让我百口莫辩。这辈子谢云罗的招数还是没变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笑着问刘嬷嬷，大清早的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刘嬷嬷愣了一下，你认识我？相府的人我都认识。我说，毕竟我在那儿住了18年。这话说的不卑不亢，刘嬷嬷脸上的得意僵了僵，但她很快恢复过来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玉佩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相府真千金丢了块玉佩，有人看见是你偷的，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交出来，免得我们动手。我看了一眼那块玉佩，上辈子就是这块玉佩让我成了偷窃犯，相府上下认定我是冒牌货，不甘心偷东西泄愤，把我打了个半死扔出门。这辈子我早有准备。刘嬷嬷，我笑了笑，你说这是谢云罗的玉佩？放肆！真千金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？好好好，谢姑娘的玉佩。我改了称呼。那我想问一句，这块玉佩是什么时候丢的？刘嬷嬷一扬下巴，昨天下午。昨天下午我在相府磕头的时候，谢姑娘还没进门吧？我慢悠悠地说，那时候她还没到相府，她的玉佩怎么会在相府丢？刘嬷嬷脸色一变。还有，我继续说，这块玉佩我见过，是江南赵家的手艺。赵家的玉佩都有一个特点，底部刻着赵家的标记。谢姑娘在乞丐窝长大，她哪来的赵家玉佩？刘嬷嬷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压低声音，刘嬷嬷，回去告诉谢云罗，这种低级的招数就别用了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有耐心，我等着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刘嬷嬷被我盯得后退了一步，嘴唇哆嗦了2下，一挥手，走。一群人灰溜溜的走了。谢崇远从屋里跑出来，脸上写满了担忧。闺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笑着摇头。爹，咱们今天吃顿好的。吃好的。谢崇远摸了摸兜里仅有的几个铜板，面露难色。我请客。我从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，在阳光下晃了晃，这是陆恒之昨晚趁我不注意塞进我包袱里的。谢崇远瞪大了眼，这哪来的？一个朋友借的。我把银子塞进他手里。爹，你去买点肉，买点菜，今晚咱们好好吃一顿。谢崇远捧着银子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只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转身跑出了门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这辈子我要好好活着，好好当他的女儿。晚上，我正啃着鸡腿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很多人。我放下鸡腿，擦了擦手，来了。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锦袍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相爷谢怀远，我上辈子的养父。他身后跟着周氏、谢云罗，还有10几个家丁。谢怀远看到我手里的鸡腿，又看了看桌上摆着的几盘菜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晚唐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我笑着站起来。相爷怎么来了？谢怀远听到相爷2个字，脸色变了变。上辈子我叫他爹，叫了18年，这辈子我改了口，他反倒不自在了。晚唐，周氏走上前，眼圈红红的。你跟我们回去吧。我愣了一下，回去？对。周氏拉住我的手，我昨晚想了一夜，你毕竟在我们身边长大，18年的情分怎么能说断就断？你回来和云罗做姐妹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确实有泪光，也确实有不舍，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的愧疚在作祟。上辈子他也是这副表情，结果呢？谢云罗一哭2闹3上吊，他立刻就变了脸，说我是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夫人，我抽回手，不用了，我在这儿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谢怀远沉下脸，你看看这地方是人住的吗？你是我谢怀远的亲生女儿，还出去我这张脸往哪儿搁？我差点笑出声。亲生女儿，您把我接回去，是因为心疼我，还是因为怕丢脸？相爷，我平静地说，我已经不是谢家的女儿了，谢家的女儿是谢云罗，我姓谢，但跟您没关系。谢怀远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谢云罗适时地走上前，拉住我的袖子，眼眶含泪。姐姐，你别这样说，父亲母亲都盼着你回去，你就别闹脾气了。闹脾气？我看着他那副假惺惺的样子，只觉得可笑。谢姑娘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确定想让我回去？谢云罗被我盯得有些不自在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那好，我笑了笑，我跟你回去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谢云罗也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回去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因为我需要相府这块跳板。半个月后，我亲爹登基的消息传出来，如果我在相府，谢云罗就没法在背后搞鬼。而且我瞥了一眼站在门外的陆恒之，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正靠在门框上，手里把玩着一块玉佩，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，那个眼神像是在说你又打什么鬼主意。我冲他眨了眨眼，小叔叔，你等着看。
看戏就好。重新回到相府已经是3天后的事了。周氏给我安排了东华院的厢房，虽比不上谢云罗的暖阁，但也比乞丐窝强了100倍。谢云罗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，暗地里却派了人盯着我的一举一动。我知道他在等机会，等一个能把我彻底赶出相府的机会，而我也在等一个能让他原形毕露的机会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在屋里看书，窗外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倒是沉得住气。”我抬头就看见陆恒之翻窗跳了进来。他今天穿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袍，腰间系着墨色的腰带，衬得整个人如青松般挺拔。小叔叔，我放下书，你怎么不走门？走门太招摇了。他走到桌边坐下，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2下。我来是想问你，你说的半个月还剩几天？我掰着手指算了算，还有11天。你确定？他盯着我的眼睛。先帝病重，太子监国，朝中局势一日3变，你凭什么断定你父亲会在11天后登基？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突然觉得有些好玩。上辈子陆恒之从不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事，他只是默默地站在我身边，替我挡下所有的明枪暗箭。直到临死前，我才知道他对我算了，这辈子不能想那些。小叔叔，我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俯下身，凑近他的脸。如果我说我是从10年后回来的，你信吗？陆恒之的呼吸明显停滞了一瞬，他的睫毛很长，微微颤动的样子像蝴蝶扇动翅膀。不信。他说：“那你就当我猜的。”我退开一步，笑了笑，反正11天后你就知道了。陆恒之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：“那天晚上你说你死过一次。”我身体一僵，什么意思？他问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没有嘲笑，没有怀疑，只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认真。小叔叔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有些事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但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，也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陆恒之怔住了，月光从窗棂间洒进来，落在他的脸上，将他的表情映得忽明忽暗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我说了一句：“谢婉堂，你变了。”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得……他顿了顿，不像18岁的姑娘。我笑了。小叔叔，我本来就不是18岁的姑娘，我是死过1次的人。陆恒之没再说话，翻窗离开了。但我看见他翻窗的那一刻，耳尖又红了。11天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这11天里，我每天做的事只有3件：吃饭、睡觉、等消息。谢云罗那边倒是没闲着，3天2头来找茬，一会儿说我的衣服穿得比他好，一会儿说我的丫鬟伺候得比他周到。周氏被他闹得没办法，只好克扣我的用度，把我的丫鬟从2个减到1个，衣服从每月4套减到2套。我全盘接受，没有任何怨言。谢云罗见我毫无反应，反倒更加不安。他开始变本加厉，在我的茶水里下泻药，在我的被褥里放吉梨，甚至在我的鞋子里塞碎瓷片。我都忍了，因为我知道他蹦跶不了多久了。第11天的傍晚，我正在院子里浇花，突然听到前院传来一阵骚动。朕知道。尖细的嗓音划破了黄昏的宁静，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来了！放下水壶，我整了整衣服，不紧不慢地往前院走去。刚到前院，就看见谢怀远带着全家跪了一地，所有人脸上都是诚惶诚恐的表情。传旨太监站在台阶上，手里捧着一卷明黄的圣旨，尖声道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先帝遗诏，皇三子谢重远仁德兼备，克臣大统，即日登基。”后面的内容我听不清了，因为谢怀远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。周氏直接瘫在了地上，谢云罗瞪大了眼睛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而我站在人群后面，嘴角慢慢勾了起来。传旨太监念完圣旨，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：“这位就是婉堂姑娘吧？皇上说了，请您即刻进宫。”好。我点点头，迈步往前走了2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着跪了一地的相府众人，我笑了笑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爹就是你们口中的乞丐，现在他是皇帝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谢云罗撕心裂肺的哭声。我脚步没停，嘴角的笑却怎么也压不下去。谢云罗这辈子风水轮流转了，进宫的路很长，马车摇摇晃晃地往前走。我掀开车帘，看着京城繁华的街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上辈子我是在最狼狈的时候被接进宫的，那时候我被相府赶出门，浑身是伤，满身狼狈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而这辈子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衣裳，突然笑了，还是狼狈。但心境不一样了，上辈子我是被逼无奈，这辈子是我主动选择。马车在宫门前停下，一个小太监迎上来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姑娘，皇上在乾清宫等您。”我点点头，跟着他往里走。王宫的夜晚灯火通明，朱红的宫墙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像一道道深不见底的伤口。穿过一道道宫门，走过一条条长廊，我终于来到了乾清宫前。小太监推开门，躬身道：“姑娘，请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了进去。殿内，谢重远坐在龙椅上，身上穿着明黄的龙袍，头上戴着金丝一闪冠，整个人焕然一新，还有半点乞丐的影子。他看到我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闺女。他站起来，声音哽咽：“爷对不起你。”我走上前，在他面前跪下，磕了3个头。爷，您别这么说，这辈子能做您的女儿是我的福气。谢重远泪流满面，一把将我扶起来，紧紧抱住我。好闺女，好闺女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掉。这辈子我终于能好好当他女儿了。登基大典定在3日后，这3天里，我住在宫里的储秀宫，每天都有无数人来拜访，有送礼的，有攀关系的，有想把我许配给自己儿子的，我全推了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上辈子没一个帮过我。3天后，登基大典如期举行，我
穿着宫装站在父皇身边，接受百官朝贺。朝堂上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。谢怀远站在文官列里，脸色灰败，不敢抬头看我。谢云罗站在命妇堆里，眼睛红肿，嘴唇紧抿，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表情。而陆恒之，他站在礼部尚书的位子上，穿着绯红色的官袍，头戴乌纱帽，整个人清俊的不像话。他看到我时，微微颔首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，那个笑容像是在说：“果然没骗我。”我也笑了。登基大典结束后，父皇单独召见了我。闺女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满脸慈爱。你想要什么封号，爹都给你。我想了想，父皇，我想当公主。废话，你本来就是公主，不是那种虚的。我认真的说，我要实权。父皇愣了一下，你要实权做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被人欺负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父皇，女儿这辈子不想再任人宰割了。父皇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。好，朕给你实权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镇国公主，位列亲王之上，参政议政。我跪下磕头，谢父皇。父皇扶我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不过你也别太累，朕还指望你早点找个驸马，给朕生个外孙呢。”我脸一红，父皇，女儿还小，18了，不小了。父皇哈哈大笑。朕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都会跑了。我没接话，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人影：月白色的长袍，异域抹额，通红的耳尖，陆恒之。父皇见我走神，意味深长地笑了。怎么，有心上人了？没有。我连忙否认。好，好，好，没有就没有。父皇拍了拍我的手。不过朕得提醒你一句，你要是真看上谁了，千万别藏着掖着。朕的女儿配得上世上最好的男人。我低着头，心跳如擂鼓。最好的男人，小叔叔，是你吗？成为镇国公主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抄相府，不是公报私仇，而是因为相府藏了太多不该藏的东西。上辈子谢怀远在父皇登基后，暗中投靠了太子余党，妄图谋反，结果失败，满门抄斩。谢云罗临死前拉着我说，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我。我那时候还觉得他可怜，现在想来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查抄相府那天，我亲自带人去的。谢怀远跪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公主，臣冤枉，冤枉。我蹲下身，看着他的眼睛。谢大人，您书房暗格里那本账册，要不要我念给您听？谢怀远的瞳孔骤缩。还有，我站起来，您跟太子余党的往来书信，要不要我给您过目？谢怀远瘫在地上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周氏跪在旁边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婉堂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好歹养了你18年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养了我18年，没错，但这18年里，您给过我多少真心？之前我被谢云罗推下池塘，您说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发高烧到昏迷，您说别管他，死不了。我被谢云罗诬陷偷东西，您连问都不问，直接让人打我，这就是您所谓的养。夫人，我平静地说，18年的养育之恩，我记得，所以今天我只查抄家产，不伤人命。但如果您非要跟我算这笔账，我顿了顿。那咱们就好好算算，这18年你们是怎么养我的？周氏张了张嘴，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谢云罗站在一旁，咬着嘴唇，眼里满是恨意。谢婉堂，你别得意。他压低声音，你不过是运气好，有个当皇帝的爹，要是没有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谢云罗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运气好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运气好吗？他愣了一下，因为我上辈子已经被你烧死过一次了。谢云罗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转过身，带走。身后，谢云罗撕心裂肺地喊着什么，我已经听不清了，因为我的目光落在了远处一个身影上。陆恒之站在街角，穿着一身青衣，静静地看着我。我走过去，在他面前站定。小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。他说，怕你心软。我没有心软。我知道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谢婉堂，你真的变了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变得……他想了想，更像你自己了。我笑了。小叔叔，你夸人的方式真特别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递给我，是一只玉簪，通体碧绿，标着兰花的纹样，做工精致的不像话。这是登基贺礼。他说那天人多，不方便给。我接过玉簪，手指碰到他的指尖，微微一颤，他的手指冰凉，却带着一股让人心安的力量。小叔叔，我抬起头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陆恒之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因为你是你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他转身就走，簪子收好，别弄丢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，手里的玉簪被我攥得发烫。因为你是你这句话，上辈子他也说过，那时候我没听懂，这辈子我想我懂了。成为镇国公主的第7日，我在御书房翻看奏折时，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。礼部呈上来的一份折子里，压着一张薄薄的纸条，上面只有4个字：公主当心。笔迹清俊有力，一看就是陆恒之的手笔。我将纸条凑近烛火，看着它一点点卷曲、发黑、化成灰烬。当心，当心谁？当心什么？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中飞速闪过上辈子的记忆碎片。上辈子父皇登基后，朝中并非风平浪静，太子余党表面上俯首称臣，暗地里却在谋划复辟。谢怀远就是他们的棋子之一。可陆恒之为什么要在折子里加纸条？他是礼部尚书，直接来找我不就行了？除非他身边有眼线，而且是他不能打草惊蛇的眼线。我睁开眼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2下，有意思。当天下午，我以巡视民情为由，换了一身便装，带着2个暗卫出了宫。京城的大街小巷依旧热闹，卖糖葫芦的小贩扯着嗓子吆喝，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正拍着醒目讲3国，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祥和。可我知道，平静的水面下，暗流正在涌动。我在城南的一间茶楼里见到了陆恒之，他穿着一身靛蓝色的布衣，头上戴着斗笠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像个普通的行商。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要了一壶龙井。小叔叔，你这身打扮是要去劫富济贫？陆恒之抬起斗笠，露出那双狭长的眼睛，语气淡淡的：你倒是不怕死，一个人就跑出来了。谁说一个人？我朝身后
努了努嘴。2个暗卫都是父皇亲自挑的，一个能打10个。陆恒之没接话，从袖子里抽出一封信，推到我面前。我打开一看，瞳孔骤缩。信上的内容很简单，太子余党已经联络了边关守将，打算在月底的秋猎上动手，目标是父皇和我。消息可靠。我抬头看他，写信的人现在正躺在护城河里。陆恒之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。你觉得可靠不可靠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将信折好收进袖中。小叔叔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陆恒之放下茶杯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停了几息。因为你叫我一声小叔叔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就因为这个？就因为这个。他说完，站起身，将斗笠往下压了压。消息送到了，我走了。等等！我叫住他，他回过头，我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仰头看着他的眼睛。茶楼里人声鼎沸，角落里有个老头在拉二胡，咿呀呀的调子像在哭。陆恒之，我第一次叫他的全名。你耳尖红了。他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。上次在相府门口，你耳尖红了；上次在乞丐窝门口，你也红了。我盯着他的耳朵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每次我靠近你，你耳尖都会红。你胡说什么？他别过脸，声音比刚才低了几分。我没胡说。我踮起脚尖，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：小叔叔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陆恒之猛地后退了一步，斗笠差点掉下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用一种近乎咬牙切齿的语气说：谢婉堂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。我笑盈盈地看着他。我在问一个26年没娶妻的男人，是不是喜欢我？陆恒之的耳尖红得能滴血，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，笑得弯了腰。二胡还在咿呀呀地响，调子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凤求凰。我摇了摇头，这个拉二胡的老头倒是应景。回到宫里，我将陆恒之的消息告诉了父皇，父皇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太子余党，朕就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父皇，秋猎的事您打算怎么办？取消秋猎。父皇揉了揉太阳穴，不行，秋猎是祖制，贸然取消，反倒显得我们怕了他。那就将计就计。我说。父皇抬头看我，什么意思？他们想在秋猎上动手，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动手的机会。我走到鱼图前，指着京郊的猎场，这个地方3面环山，只有一条路进出。如果我们提前在山里埋伏一队人马，不行。父皇打断我，太危险了，朕不能让你冒险。父皇，我转过身，认真地看着他。女儿不是冒险，女儿是知道结局。父皇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沉默了片刻，说：父皇，有些事女儿现在还说不清楚，但您只需要知道，女儿不会做没把握的事。父皇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后叹了口气。好，朕依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朕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秋猎那天，你寸步不离地跟着朕。我笑着点头。好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一边筹备秋猎的事，一边处理相府的后续。谢怀远被下了大狱，都是被软禁在相府。谢云罗则被发配到了洗衣局。发配那天，我去看了他。洗衣局在皇宫最偏僻的角落里，几间低矮的平房，院子里堆满了脏衣服，空气中弥漫着皂角和汗水的味道。谢云罗穿着一身灰扑扑的粗布衣长，蹲在木盆前搓衣服，手指被水泡得发白。他看到我时，眼里闪过一抹恨意，随即又低下头继续搓衣服。谢云罗，我蹲在他面前。你恨我？他不说话。你当然恨我。我自顾自地说，上辈子你烧死我的时候，我也恨你。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恨一个人太累了。谢云罗抬起头，眼眶通红。谢婉堂，你别在这假慈悲，你赢了，你得意了，你来看我笑话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摇了摇头。我是来给你送一样东西的。我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玉佩，放在他面前，就是当初刘嬷嬷用来诬陷我的那块。谢云罗愣住了。这是你娘留给你的，对吧？我说，当年在乞丐窝，你娘临死前把它塞进你手里，让你拿着它去相府认亲。谢云罗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上辈子你亲口告诉我的，在你烧死我之前。我知道的是很多。我站起来。谢云罗，这辈子我不恨你了，但我也不会原谅你。这块玉佩还给你，算是我们之间的了断。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谢云罗压抑的哭声，断断续续，像被风吹散的柳絮。我没有回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些路一旦走差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秋猎的日子定在9月18。那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被宫女叫起来梳妆。铜镜里映出一张年轻的脸，眉眼间带着几分阴气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沉思。公主，您今天真好看。宫女碧桃一边替我插发簪，一边由衷的赞叹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突然想起了陆恒之送的那只玉簪。碧桃换那只碧玉簪。碧桃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从妆帘里取出那只通体碧绿的簪子，小心翼翼地插进我的发髻。公主，这只簪子真好看，谁送的呀？一个。我顿了顿，一个很重要的人。碧桃识趣的没再问，低头替我整理衣裙。我站起身，看着镜中那个穿着旗装、英姿飒爽的女子，深吸一口气。秋猎来了，京郊的猎场占地千亩，林木葱郁，鸟兽成群。父皇带着文武百官，浩浩荡荡地进了猎场。我跟在父皇身后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太子余党藏在这些面孔里，像毒蛇一样蛰伏，等待着出击的机会。陆恒之站在文官列里，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猎装，腰间配着一把长剑，整个人看起来英气勃勃。他注意到我的目光，微微摇了摇头，那个动作很轻，轻到只有我能看见。他在告诉我不要轻举妄动。我微微点头，表示明白。猎场的号角吹响了，沉闷的声音在群山间回荡，惊起一群飞鸟。父皇翻身上马，叫着对百官说：今日秋猎，不论君臣，只论骑射，谁猎得头鹿，朕重重有赏。百官齐声欢呼，气氛热烈的像过节。我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，跟在父皇身后，慢慢向山林深处走去。身后传来马蹄声，我回头看见陆恒之策马跟了上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压低声音：保护你。他说的很简单，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小叔叔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个文官。
官。文官也会骑马。他说着拍了拍腰间的长剑，也会杀人。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劳烦小叔叔保护我了。陆恒之没说话，只是将马往前催了几步，与我并肩而行。秋风从山间吹来，带着草木的清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我握紧了缰绳，来了。狩猎进行了大约1个时辰，队伍渐渐散开了。父皇带着一队亲兵往北边去了。我本来想跟上去，就被陆恒之拉住了马缰。别去，为什么？那边有埋伏。陆恒之指着北边的山谷，你看那面山坡上的树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山坡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乍一看没什么异常，但仔细看就会发现有几棵树的颜色比其他树深了一些，但是有人在树后藏身，树叶被压弯了，造成了色差。多少人？我问。至少200。陆恒之说，都是精兵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父皇只带了50个亲兵，如果遭遇埋伏，凶多吉少，得去通知父皇。我说着就要催马，来不及了。陆恒之拦住我，从这儿到北山谷骑马至少要1刻钟，等你到了，那边已经动手了。那怎么办？陆恒之看了我一眼，从怀里掏出一支信号箭，对着天空射了出去。一道红光划破天际，在最高处炸开，变成一朵红色的烟花。这是？我愣住了。禁军的信号。陆恒之说，我提前跟禁军统领打了招呼，让他们在猎场外待命，看到信号，他们1刻钟内就能赶到。我看着陆恒之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从你告诉我秋猎有埋伏那天，我就开始准备了。陆恒之看着我，目光深沉的像一潭秋水。谢婉堂，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你再受伤害。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酸，上辈子他也是这样，默默的替我安排好一切，默默的站在我身后，默默的为我挡下所有的风雨。直到临死前，我都没来得及对他说一声谢谢。小叔叔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忍住眼泪。这辈子换我保护你。陆恒之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，不是礼貌的微笑，不是疏离的淡笑，而是真真切切的发自内心的笑，眼角弯弯的像月牙。好，他说，那这辈子就劳烦公主保护我了。1刻钟后，禁军赶到。又过了1刻钟，北山谷里传来厮杀声。等我带着禁军赶到时，战斗已经接近尾声。父皇的亲兵死了10几个，剩下的都挂了彩，但父皇本人毫发无伤，因为太子余党根本没机会靠近父皇。陆恒之提前在山谷里埋了一堆暗哨，在太子余党动手之前就发出了警报。等太子余党反应过来时，禁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。领头的太子余党被生擒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面孔，但我知道他是谁。太子余党的核心人物，前朝大将军韩缓，上辈子就是他策划了秋猎刺杀，差点要了父皇的命。韩缓。父皇骑在马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反？韩缓抬起头，满眼恨意。待我不薄，你一个乞丐，凭什么当皇帝？太子才是正统。父皇冷笑一声，正统，先帝遗诏在此，朕就是正统。你若不服，可以去地底下找先帝评理。韩缓被压了下去，秋猎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。回宫的路上，我骑马走在父皇身边，脑子里却全是陆恒之的身影。他今天救了我们所有人的命，可他为什么要提前在暗处埋设哨兵？除非他早就知道太子余党会在北山谷动手，可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回头在队伍中寻找陆恒之的身影，他骑在队伍最后面，低着头，斗笠遮住了脸，看不清表情。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，陆恒之知道的太多了。他知道太子余党联络边关守将的事，知道秋猎的埋伏地点，甚至知道提前在暗处埋哨兵。这些事如果不是有人从内部通风报信，他不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。除非太子余党里有陆恒之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。我猛地勒住了马。陆恒之，你到底是谁？回宫后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对着舆图发了一整天的呆。上辈子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每一帧都清晰的像昨天发生的事。上辈子陆恒之是礼部尚书，京城第1美男子，也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。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为什么对我好。我以为那是因为喜欢，可现在想来，一个礼部尚书为什么要对一个被相府抛弃的冒牌千金那么好？甚至在谢云罗烧死我的那天，他不顾一切的冲进火场，想要救我出来。这已经超出了喜欢的范畴，这更像是赎罪。我闭上眼睛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。陆恒之，你究竟欠了我什么？深夜，我翻窗出了宫，一路摸到陆恒之的府邸。陆府不大，3进的院子，冷冷清清，连个守夜的家丁都没有。我翻墙进了内院，推开书房的门，陆恒之正坐在桌前看书，听到动静，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你又翻墙？你不也没睡？我走到他对面坐下，盯着他的眼睛。陆恒之，我有话问你。陆恒之放下书，靠在椅背上，说：太子余党的事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陆恒之沉默了片刻，我有消息来源。什么消息来源？不方便透露。那秋猎埋伏的事呢？同样不方便透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了最想问的那个问题。陆恒之，你是不是也是重生的？空气突然安静了，安静的能听见烛火噼啪的声音。陆恒之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的不像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。不是。他说：那你怎么知道那么多？陆恒之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我说：谢婉堂，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可我想知道。我站起来，走到他身后。陆恒之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娶妻，我想知道你每次见到我为什么耳尖会红。陆恒之的身体僵住了。我想知道。我继续说，上辈子你冲进火场救我，到底是因为喜欢我，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？陆恒之猛地转过身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他的力气很大，大的我的手腕隐隐作痛。谢婉堂，他的声音低沉的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。你非要问吗？非要问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毫不退让。陆恒之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时间都凝固了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：因为我欠你一条命。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陆恒之松开我的手腕，
退后一步，声音疲惫得像一个迟暮的老人。上辈子在你被烧死之前，我就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死在你的手里。我站在陆恒之的书房里，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烛火跳了2跳，在他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。他说完那句话后就没有再看我，而是转过身去，一只手撑着窗棂，背影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。死在我的手里。我的声音发飘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陆恒之，你说清楚。说不清楚。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因为我也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一个画面。他转过身，靠在窗框上，月光从他身后照进来，将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银白的边。我倒在血泊里，你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握着一把刀。我的心脏猛地一缩，刀上全是血。他继续说，声音平淡的像在念一份公文。我的血。你看着我，眼神空洞，像不认识我一样，然后你就转身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头。不可能。我摇头，我不可能杀你。上辈子你是我唯一对我好的人，我怎么可能？上辈子的你和现在不一样。陆恒之打断我，谢婉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重生后性格变了这么多？我愣住了。上辈子的你胆小懦弱，没有主见，被谢云罗欺负了也不敢还手。可这辈子的你聪明果断，步步为营，像换了一个人。那是因为我经历过一次。陆恒之摇头，重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，它只会让你带着记忆重新活一次，但你的性格、你的思维方式不会变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重生。我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你只是拿回了上辈子的记忆。陆恒之看着我，目光复杂的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。真正的你，从来就不是那个在相府里唯唯诺诺的谢婉堂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，一个字都发不出来。陆恒之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，似乎想碰我的脸，又在半空中停住了。上辈子你杀了很多人。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怕惊动什么。不只是我，谢云罗、谢怀远、周氏，甚至包括你的父皇。你胡说！我猛地后退一步，后背撞上了书架，几本书掉下来，砸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我不会杀父皇，我重生就是为了保护他。所以你才说这辈子换尼布塔。陆恒之看着我的眼睛，因为你上辈子亲手杀了他。我的腿一软，整个人顺着书架滑坐到地上。陆恒之没有来扶我，而是站在原地，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继续说：你上辈子在相府受尽欺凌，回到乞丐窝后又嫌弃亲爹穷酸，后来你父皇登基，你成了公主，可你已经被谢云罗下了慢性毒药，神志一天天不清醒，最后你被他控制成了他手里的刀，他让你杀人你就杀人，让你放火你就放火，你杀了所有人，最后他也烧死了你。临死前你才清醒过来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你重生后性格大变，因为你不再是那个被毒药控制了神智的傀儡，你是清醒的谢婉堂，一个手上沾满了亲人鲜血的谢婉堂。我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脑子里像有10000根针在扎，疼得我快要窒息。你骗我！我抬起头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满脸。你骗我！陆恒之，上辈子你对我那么好，你怎么可能是我杀的？陆恒之蹲下来与我平视，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我这才发现他的眼睛里也有泪光。他说：因为我上辈子欠你的，所以这辈子我来还。欠我什么？欠你一条命。陆恒之伸出手，用拇指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。上辈子在你被毒药控制之前，你救过我的命，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，在街上看到一个受伤的人，就把他带回家包扎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后来你被谢云罗控制，我认出了你，想救你出来，可你已经不认识我了。你杀我的时候，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的像一具行尸走肉。陆恒之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。所以我这辈子发誓，一定要在你被控制之前，把所有的危险都清除掉。谢云罗、太子余党，还有那个给你下毒的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看着他，泪眼模糊中，他的脸忽远忽近，像隔着一层水雾。那个下毒的人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沙哑的不像自己的。是谁？陆恒之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窗外的月亮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炉火灭了又点，点了又灭。你确定要知道？他问。确定。是周氏。我闭上了眼睛。养母周氏，那个在我离开相府时哭得肝肠寸断的女人，那个说到底是我对不住你的女人。原来从上辈子开始，她就在给我下毒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问。因为你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陆恒之说。谢云罗才是，他恨你占了谢云罗的位置18年，所以他要毁了你。可他不是养了我18年吗？养你和恨你不冲突。陆恒之的声音很冷。他一边养你，一边恨你，一边给你饭吃，一边给你下毒。人心是世上最复杂的东西，谢婉堂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我沉默了。是啊，我比谁都清楚，因为我上辈子就是被这种复杂的人心杀死。那天晚上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宫，只记得陆恒之把我送到宫门口，替我擦干了眼泪，又把那只碧玉簪重新插好。别哭了，他说，你是镇国公主，哭肿了眼睛，明天怎么上朝？我破涕为笑。你还管我上不上朝？管。他说，你的每一件事我都管。我抬起头看他，月光下他的脸还是那么好看，好看的不真实。陆恒之，我说，你上辈子是不是喜欢我？他没说话。这辈子的耳尖红，不是装的吧？他的耳尖果然又红了。我踮起脚尖，在他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下。谢谢你还活着。我说完，转身就跑，身后传来陆恒之的声音：谢婉堂。我没回头，一路跑进了宫门，靠在朱红的门板上，心跳快得像擂鼓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胖得吓人。完了，我这辈子怕是栽在这个男人手里了。第二天上朝，我顶着2个黑眼圈坐在龙椅旁边的珠帘后面听百官议事。父皇坐在龙椅上，精神抖擞，完全看不出昨天经历了刺杀。众爱卿，昨日秋烈遇刺一事，朕已经命大理寺撤禅还
皇供出了同党名单，朕看了一遍，触目惊心啊！父皇说着，将一份名单递给身边的太监，太监接过，展开念了起来，一连串的名字从太监嘴里蹦出来。每一个都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。朝堂上有人开始发抖，有人脸色发白，有人直接瘫倒在地。我坐在珠帘后面，目光扫过这些人的脸，心里没有半点同情，因为他们上辈子都参与了谋反，都该死。名单念到最后，太监停顿了一下，看了父皇一眼，父皇点点头。太监深吸一口气，念出了最后一个名字：礼部尚书陆行之。整个朝堂炸开了锅，我猛地站了起来，珠帘被我撞得哗啦作响。不可能！我的声音尖锐的连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朝堂上所有人都看向我，包括陆行之，他站在文官列里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的像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刻。父皇，我推开珠帘走出来，这不可能！陆恒之昨天还救了您，他怎么可能是太子余党？父皇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晚唐，朕也不信，可韩桓的口供里白纸黑字写着陆行之的名字，口供可以伪造。晚唐，父皇的声音严厉起来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咬着嘴唇看向陆恒之，他对我微微摇了摇头，嘴唇动了动，无声地说了2个字：别急，别急。他都要被当成反贼抓起来了，我怎么别急？皇上，陆恒之出列，跪在地上，臣愿接受调查，以证清白。父皇沉默了片刻，挥了挥手，带下去，交大理寺审理。 2个侍卫走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陆恒之。陆恒之站起身，转身往外走，路过我身边时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去找周氏。我愣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殿门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去找周氏，周氏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暂朝后，我直奔大理寺，可大理寺卿说陆恒之是重犯，没有皇上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我又去找父皇，父皇避而不见。我又去找禁军统领，禁军统领说爱莫能助。一圈下来，我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任国公主位列亲王之上，可参政议政，听起来威风八面，可实际上呢？父皇一句话就能让我所有的权力化为乌有。我坐在御花园的凉亭里，看着池子里的锦鲤发呆。碧桃端了茶来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公主，您别太担心了，陆大人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”你不懂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他不是吉人自有天相，他是被人陷害的。那您找到陷害他的人不就行了？我抬起头看着碧桃，是啊，找到陷害他的人就行了。陷害他的人是谁？韩桓？不对，韩桓已经被抓了，他没必要拖陆恒之下水，除非拖陆恒之下水的人不是韩桓，而是另有其人，一个藏在暗处想要借刀杀人的人。我闭上眼睛，脑海中闪过陆恒之说的最后一句话：去找周氏。周氏，江府周氏，我上辈子的养母，这辈子的下毒凶手，他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，难道给韩桓提供名单的人是周氏？可他为什么要陷害陆恒之？他跟陆恒之有什么仇？我站起来，在凉亭里来回踱步，不对，方向不对。周氏被软禁在襄府，他不可能接触到韩桓，除非有人替他传递消息。谁？谢云罗？谢云罗在洗衣局，更不可能。那是谁？我停下脚步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：上辈子我被谢云罗烧死的那天晚上，陆恒之冲进火场救我，可他为什么会在那里？他是怎么知道谢云罗要烧死我的？除非他一直在暗中监视谢云罗，而监视谢云罗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周氏在给我下毒。他知道周氏在给我下毒，可他为什么不阻止？因为他要等一个时机，等一个能把所有人一网打尽的时机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陆恒之不是被陷害的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故意让韩桓的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，故意让自己被下狱，为的就是引蛇出洞，让藏在暗处的敌人以为他倒了，然后放松警惕，露出马脚。而我要做的不是救他出来，是配合他演完这出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碧桃说：走，去洗衣局。洗衣局？碧桃愣了一下，公主去那儿做什么？去看一个老朋友。洗衣局还是一如既往的嘈杂，几十个洗衣娘蹲在木盆前，用力搓着衣服，到脚的泡沫流了一地。我在人群里找到了谢云罗，他比半个月前瘦了很多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眶深陷，整个人像一朵枯萎的花。他看到我时，眼里闪过一抹恨意，随即又低下头继续搓衣服。谢云罗，我蹲在他面前，我有话问你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。关于周氏的。谢云罗的手顿了一下，抬起头看着我。我娘怎么了？你娘在给我下毒。我说从上辈子就开始下了。谢云罗的表情凝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。我盯着他的眼睛。谢云罗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娘在做什么？谢云罗的嘴唇哆嗦了2下，眼泪突然涌了出来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以为他只是恨你占了我在相府的位置，我不知道他给你下毒。他哭得很伤心，不像是在演戏。我叹了口气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他，他接过，擦了擦眼泪，抽噎着说：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？不，我说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娘有没有一个很亲近的人，一个男人？谢云罗愣了一下，然后他的脸色变了，变得惨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回答我的问题。谢云罗咬了咬嘴唇，压低声音：有一个，我小时候见过他几次，我娘叫他韩大哥。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韩大哥，韩桓，周氏跟韩桓有私情。那个韩大哥是不是前朝大将军韩桓？我问。谢云罗点了点头，所有的事情突然连起来了。周氏跟韩桓有私情，所以他替韩桓传递消息，帮他联络太子余党。韩桓被抓后，周氏为了自保，或者为了替韩桓报仇，把陆恒之的名字写进了名单，因为他知道陆恒之在暗中调查他，他必须先下手为强。而陆恒之早就知道周氏会这么做，所以他故意让自己被陷害，
来，为的就是让周氏放松警惕，露出更多的马脚。这个男人为了清除所有威胁，连自己的命都敢拿来赌。我站起来，攥紧了拳头。谢云罗，我说，你想不想将功赎罪？谢云罗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。想。那好，我伸出手，跟我走。谢云罗跟着我出了洗衣局，一路上低着头，像一只被拎出巢穴的鹌鹑。我没有急着带他进宫，而是先去了城东的一间小院，那是陆恒之名下一处不起眼的宅子。他之前告诉过我，如果有急事又找不到他，就来这里等。院门没锁，推门进去，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，树下的石桌上放着一壶茶，还是温的。有人在等我。坐。一个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，我抬头看见陆恒之从里屋走出来，穿着一身家常的灰袍，手里端着一碗药。你不是在大理寺吗？我愣住了。大理寺卿是我的人。陆恒之在石桌旁坐下，吹了吹碗里的药。我让他关了个替身进去，真正的我在这儿养伤。养伤？你受伤了？秋猎那天被流矢擦了一下，不碍事。他说着，目光落在我身后的谢云罗身上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他说他知道周氏的事。我拉着谢云罗在石桌旁坐下。谢云罗，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跟陆大人说一遍。谢云罗瑟缩了一下，不敢看陆恒之的眼睛，低着头把周氏和韩环的事又说了一遍。陆恒之听完，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，他端起药碗，慢慢喝完，用袖子擦了擦嘴角，才说：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瞪大眼睛。那你还让我去找他？我让你去找周氏，不是找他。陆恒之看了谢云罗一眼。不过你把他带来也好，省得我再跑一趟。谢云罗脸色发白。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不做什么。陆恒之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，铺在石桌上，把你知道的关于周氏和韩环的事写下来，写完了你就可以走了。谢云罗犹豫了一下，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了起来。我凑到陆恒之身边，压低声音：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陆恒之侧过头，嘴唇几乎贴着我耳朵。周氏背后还有人。谁？你猜？我瞪了他一眼，他嘴角微微翘起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叹气。谢婉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周氏一个内宅妇人，怎么能联络上韩环那样的大将军？他的声音很轻，轻的只有我能听见。韩环是什么人？前朝大将军，手握兵权，心高气傲，他凭什么听一个女人的话？我脑子一转，你的意思是周氏只是中间人？对，真正跟韩环联络的另有其人。谁？陆恒之没有回答，而是从袖子里掏出另一张纸递给我。我展开一看，上面写着一份名单，只有3个名字。第一个名字我认识，韩环；第二个名字我也认识，谢怀远；第3个名字我瞳孔骤缩。不可能！我抬起头，他不可能是。为什么不可能？陆恒之平静地说，他是最有可能的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表面忠于皇上，暗地里早就跟太子余党勾连。韩环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，周氏是他安排在谢怀远身边的眼线。我看着纸上的第3个名字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太子少师赵仲渊，上辈子他是父皇最信任的大臣之一，父皇登基后封他为太傅，让他辅佐朝政。可陆恒之说他才是幕后黑手。证据呢？我问。证据在周氏手里。陆恒之说，周氏跟赵仲渊来往的书信，他藏在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，只要拿到那些信，就能定赵仲渊的罪。那周氏现在在哪？相府。陆恒之说，但你不能直接去找他，他太警觉了，你一靠近，他就会销毁证据。那怎么办？陆恒之看了谢云罗一眼，谢云罗已经写完了口供，正缩在一边瑟瑟发抖。让他去。陆恒之说，我看着谢云罗，他去找周氏，周氏是他娘，他们俩是一伙的。正因为是一伙的，周氏才不会防备他。陆恒之站起来，走到谢云罗面前。你想将功赎罪，对吧？谢云罗点点头，嘴唇还在哆嗦。那好，你去相府找你娘，跟她说你从洗衣局跑出来了，没地方去，想在她那儿住几天。陆恒之从怀里掏出一块令牌，递给他。这是相府的通行令牌，你拿着，进去之后找机会把你娘藏的书信偷出来。谢云罗接过令牌，手抖得厉害。我要是偷不到呢？那你就永远留在洗衣局。陆恒之的声音很冷。不，比洗衣局更远的地方。谢云罗的脸白得像纸，我看着他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上辈子他是我的仇人，这辈子他成了我的棋子。可我不是在报复他，我只是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去吧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拿到书信，你以前的事一笔勾销。谢云罗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看着我。谢婉堂，你说话算数。算数。他咬了咬嘴唇，把令牌攥紧，转身跑出了院子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，心里突然有些不安。陆恒之，他会不会出卖我们？会。陆恒之说得很干脆。那你还让他去？让他去，就是为了让他出卖我们。陆恒之转过身，看着我。谢云罗一定会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周氏，周氏知道我们要偷书信，就会把书信转移。他一转移，我们就知道书信藏在哪了。我愣住了。你在他身上放了跟踪的东西。陆恒之点点头，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巧的罗盘，指针正在微微颤动。这是磁石盘，跟谢云罗身上那枚铜钱是一对，他走到哪，指针就指向哪。我看着罗盘上颤动的指针，心里对陆恒之的佩服又多了几分。这个男人每一步都算得死死的。他让谢云罗去偷书信，不是真的指望他能偷到，而是让他去通风报信，好让我们顺藤摸瓜，找到书信的真正藏匿地点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问。等。陆恒之收起罗盘，等到天黑，等谢云罗找到周氏，等周
周氏转移书信，然后我们跟上。就这么干等着？你要是不想等，可以帮我换药。陆恒之说着，开始解衣领。我脸一红，你自己换。够不着。他面不改色地说，已经把衣领解开，露出左肩上缠着的绷带，绷带上渗出一片嫣红，看着触目惊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帮他把绷带拆开。伤口在肩膀外侧，被箭头划了一道口子，皮肉翻开，露出里面粉色的嫩肉。怎么不去找太医？我的声音有些发紧。找太医就暴露了。陆恒之说，我自己处理的不太专业，你帮我重新包一下。我从桌上拿起干净的绷带和药粉，仔细地撒在伤口上，然后一层一层地缠好。整个过程，陆恒之一声没吭，但我注意到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疼吗？我问。不疼。骗人。他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我系好绷带，帮他拉上衣服，手指不小心碰到他的脖子，触感滚烫。你发烧了？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烫得吓人。有点。陆恒之说，不碍事。这叫不碍事。我急了，你烧成这样还能去跟踪？能。他站起来走了2步，身形晃了一下。我扶住他，你别逞强了，告诉我周氏会把书信藏呢，我自己去。不行。陆恒之抓住我的手腕，太危险了，赵仲渊的人可能也在那边，你一个人去等于送死。那你就跟我一起去。我这样子去了也是累赘。我看着他苍白的脸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，那就不去。我说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引蛇出洞，蛇已经引出来了。我看着陆恒之的眼睛，现在该瓮中捉鳖了。天黑之后，罗盘上的指针开始剧烈晃动。陆恒之看了一眼，说，谢云罗到相府了。又过了1个时辰，指针猛地转了个方向，指向城北。周氏转移书信了。陆恒之站起身，走。我扶着他，沿着小巷往北走。月亮被乌云遮住了，街上黑漆漆的，只有偶尔几声犬吠。走了大约2刻钟，指针指向一座破败的寺庙。城北的普济寺年久失修，早已没了香火。寺庙的大门虚掩着，推门进去，院子里长满了荒草。正殿里黑灯瞎火，只有佛前的长明灯还亮着一点微光。陆恒之示意我晋升，我们悄悄摸到正殿后面的一间厢房。厢房里亮着灯，有人说话的声音传出来。我凑到窗缝往里看，周氏坐在桌边，谢云罗站在他身后，对面还坐着一个穿黑袍的男人。黑袍男人背对着窗户，看不清脸，但他的声音我认得，赵仲渊。东西带来了吗？赵仲渊的声音很低沉，带来了。周氏从袖子里掏出一叠书信，放在桌上，都在这里了。赵仲渊拿起书信，一张一张的翻看，每看一张，脸色就阴沉1分。怎么少了1封？他抬起头，目光锐利如刀。3月17的那封呢？周氏的脸色变了。不可能，我都带来了。你自己数。赵仲渊把书信推过去，周氏手忙脚乱地数了一遍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。真的少了1封。那封在哪？赵仲渊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。我不知道，我一直锁在匣子里，没人动过。赵仲渊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掐住周氏的脖子。你不知道那封信要是落到别人手里，你我都要死。周氏被掐得脸色发紫，手脚乱蹬。谢云罗吓得尖叫一声，转身想跑，被赵仲渊一脚踹倒在地。谁还有钥匙？赵仲渊松开周氏，转身看着谢云罗。谢云罗捂着脸，浑身发抖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说。赵仲渊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，在谢云罗面前晃了晃。那我就把你脸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正要推门进去，陆恒之拉住了我。他摇了摇头，嘴唇动了动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死吗？就在这时，厢房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，一个身影闪了进来，银白色的长袍在烛光下泛着冷光。赵大人，好大的威风！我愣住了，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陆恒之。不对，陆恒之明明在我身边。我转头看向身边的陆恒之，他也一脸茫然。2个陆恒之，窗外的我和陆恒之对视一眼，同时意识到了一件事：厢房里那个陆恒之是假的，是有人假扮的。赵仲渊显然也吃了一惊，后退1步，匕首横在胸前。你是谁？你说呢？贾陆恒之笑着往前走了1步，伸手在脸上一抹，露出真容，一张年轻的脸，剑眉星目，跟陆恒之有3分相似，但更年轻，更锐利。陆绝。陆恒之在我身边低声惊呼：“你认识？”我问。我弟弟。陆恒之的声音有些发紧。他不是应该在边关吗？厢房里，陆绝已经走到了赵仲渊面前，伸手从他手里拿过那叠书信，一张张翻看。赵大人，这些信够你死10次了。赵仲渊的脸白得像死人。你是陆恒之的人？不。陆绝笑了笑。我是皇上的人。他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，在赵仲渊面前晃了晃。金牌上刻着一个大大的令字，周围盘着5爪金龙，那是父皇的贴身密令，剑令如剑阵。赵仲渊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周氏也瘫倒在地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陆绝收了书信，朝门外喊了一声：“进来。”10几个黑衣侍卫鱼贯而入，将赵仲渊和周氏五花大绑。谢云罗缩在角落里，抱着头，哭得浑身发抖。陆绝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转身往外走。刚走出厢房，就和我们撞了个正着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大理寺吗？”陆恒之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反问：“你怎么回来的？皇上知道吗？”皇上让我回来的。陆绝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陆恒之：“这是皇上给你的密信。”陆恒之接过信，就着月光看完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。怎么了？我问。陆恒之把信递给我，信上的字迹是父皇的，只有一句话：赵仲渊
事是朕已尽之。陆行之忠勇可嘉，然欺君之罪不可免，待势必自负请罪。我愣住了，欺君之罪，陆恒之犯了什么欺君之罪？我看向陆恒之，他的脸上没有惊讶，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。你早就知道会这样？我问。从我把自己的名字写进韩桓的名单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了。陆恒之说，欺君之罪，轻则罢官，重则砍头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让赵仲渊相信我真的倒了。陆恒之看着我，目光温柔的不像话，才能让他放松警惕，露出马脚。为了扳倒赵仲渊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？有些事比命重要。他说得很轻，轻得像风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陆恒之，你这个傻子！他笑了，伸手擦掉我脸上的泪。别哭了，我还没死呢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别说傻话。他的手指在我脸上停了一下，然后收回。走吧，该进宫了。进宫？去请罪。陆恒之整了整衣领。皇上还等着呢。乾清宫灯火通明，父皇坐在龙椅上，面前摊着陆爵带回来的那叠书信，脸色铁青。陆恒之跪在殿中央，我跪在他旁边。陆行之，父皇的声音很沉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。陆恒之磕了个头。臣不该欺瞒皇上，擅自将自己的名字写进韩桓的名单，造成朝野震动。还有呢？臣不该私自调遣禁军，秋猎那日为奉诏而行动。还有呢？臣不该。陆恒之顿了顿，不该对镇国公主心存非分之想。我猛地转过头看他，他的侧脸在烛光下显得格外坚毅，下颌线绷得紧紧的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父皇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会直接让人把陆恒之拖出去砍了。陆行之，父皇终于开口了，你做的那些事，每一件都够你死一次，但你救了朕的命，救了晚唐的命，还替朕揪出了赵仲渊这条大鱼，功过相抵，朕不杀你。陆恒之又磕了个头，谢皇上不杀之恩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父皇站起来，走到陆恒之面前，朕罚你娶了晚唐。我瞪大了眼睛，陆恒之也抬起了头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怎么？父皇挑了挑眉，你不愿意？臣……陆恒之的声音有些发颤，臣愿意，但臣不敢高攀。不敢高攀？父皇笑了，你连朕的禁军都敢私自调遣，还有你不敢的事？陆恒之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父皇转头看我，晚唐，你愿意吗？我低着头，脸烧得像着了火。愿意。大点声，朕听不见。愿意。我抬起头，声音大的连殿外的侍卫都听见了。父皇哈哈大笑，笑完又板起脸。不过陆行之，朕把话说明白，你要是敢对晚唐不好，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臣不敢。陆恒之跪得笔直，臣用性命担保，这辈子只对晚唐一个人好。我看着他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这个男人上辈子为我死，这辈子为我赌命，现在他终于要成为我的丈夫了。赐婚的圣旨第2天就下来了，消息传遍京城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。有人说镇国公主下嫁礼部尚书是皇上对陆家的恩宠，有人说陆恒之是京城第一美男子，公主嫁他不亏，还有人说这两人早就暗度陈仓了。我听到最后一个说法的时候，正在御花园里赏花，笑得差点岔气。暗度陈仓，我们明明是光明正大的。陆恒之站在我旁边，穿着一身绯红色的官袍，衬得面如冠玉。笑什么？他问。像那些人猜的还挺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猜到什么了？猜到我们早就……我话说到一半，突然意识到不对劲。陆恒之，你套我话？没有。他别过脸，耳尖又红了。我看着他的耳尖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。陆恒之，你上辈子是不是也喜欢我？他没说话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走过去，拉住他的手。不然你为什么要冲进火场救我？陆恒之沉默了很久，反握住我的手，手指修长有力，掌心干燥温暖。上辈子我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他的声音很低。这辈子我不想再错过了。谢晚唐，我喜欢你，从上辈子就开始了。我靠在他肩上，看着满园的秋色，觉得这辈子值了。上辈子的所有苦难都是为了这一刻的相遇，所有的眼泪都是为了这一刻的笑容。谢云罗、周氏、赵仲渊都过去了，剩下的只有这个牵着我手的男人和往后余生的每一个日出日落。陆恒之，以后不许再拿自己的命冒险了。好。也不许再欺君。好。更不许再耳尖红。这个我控制不了。我笑了，踮起脚尖，在他唇上轻轻印了一下。这一次他没有躲。秋风拂过御花园，桂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像是老天爷撒的贺礼。远处传来碧桃的声音：公主，陆大人该用晚膳了。我们没有动，因为此刻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只有彼此。3个月后，大婚如期举行，10里红妆，万民空巷。我穿着凤冠霞帔，坐在花轿里，听着外面的唢呐声和鞭炮声，心跳得比鼓点还快。花轿在陆府门前停下，一只修长的手伸进来，掀开轿帘。我抬起头，看见陆恒之穿着一身大红喜服，眉目如画，笑得比阳光还灿烂。娘子到了。我把手放进他掌心，被他稳稳当当地牵了出去。跨火盆，拜天地，进高堂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直到送入洞房，所有的喧嚣都被关在门外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陆恒之掀开我的红盖头，看着我，眼睛里有光。谢晚唐，从今天起你是我的妻子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是。我笑着点头，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陆恒之伸手擦掉我的眼泪，俯下身，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，但我听清了。他说：谢谢你还活着。